有一些人成功地改变了一支俱乐部的历史进程，而谢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就是其中之一。在这位颇具争议的意大利人领导下， AC 米兰得以在意大利、欧洲乃至国际足球舞台上书写自己的辉煌历史。他带来了天才、球星、冠军、传奇、欢乐与悲伤。这就是贝卢斯科尼时代的米兰故事。在1969年，米兰在传奇教练内雷奥罗科和队长詹尼里维拉的带领下赢得了他们的第二座欧洲冠军杯后，红黑军团本应在70年代迎来辉煌。然而，实际赛场上的表现却远低于预期。整个70年代，米兰仅赢得了3座意大利杯、1座1973年的欧洲优胜者杯，以及由瑞典教练尼尔斯利德霍尔姆在1979年带来的1座意甲冠军。当时球队中有一位年轻的防守球员弗朗哥·巴雷西，正处于他在米兰的第2个赛季，而传奇队长詹尼里维拉则迎来了他作为球员的最后1个赛季。80年代初，米兰经历了一场灾难。在1979至80赛季，米兰以第3名结束赛季，但意大利金融警察的证据显示，米兰卷入了1980年的意大利足球赌球丑闻，后来被称为托托内罗丑闻。惩罚包括米兰降级之意义，米兰主席费利切·科隆博被终身禁足，以及几位米兰球员被禁赛。尽管他们在1个赛季后重返意甲，但球队依然举步维艰。这一次，他们在1981至82赛季仅凭赛场表现排名降级区，米兰再次降入意乙。降级后，多名球员离队，米兰将队长袖标交给了22岁的年轻后卫弗朗哥·巴雷西。米兰成功重返意甲，但球队在接下来的几个赛季进入了过渡期。尽管年轻的保罗·马尔蒂尼在1984至85赛季以16岁的年龄完成首秀，尽管利德霍尔姆教练回归，哈特利和威尔金斯等英格兰球员以及世界杯冠军保罗·罗西加盟，米兰依然未能在这一时期赢得意甲冠军。1985至86赛季是一个艰难的赛季，球队在欧洲联盟杯16强被比利时威尔郡淘汰后，米兰球迷对俱乐部主席法里纳发起了大规模抗议。抗议不仅仅是关于赛场表现，俱乐部还陷入了财务危机，背负着巨额债务，濒临破产。于是，圣西罗球场出现了一条横幅，呼吁一个特定的人收购俱乐部。那条横幅上写着谢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的名字。贝卢斯科尼通过他的费宁维斯特媒体集团在这一时期积累了名望和财富，该集团通过其频道为整个国家提供娱乐内容，赚取了数百万财富。贝卢斯科尼在积累资产和结交高层朋友方面非常精明，在征服了媒体和出版界后，他将目光投向了意大利第2大资产 AC 米兰。贝卢斯科尼于1986年2月收购了米兰，并于1986年3月24日正式成为红黑军团的新主席。贝卢斯科尼表示，米兰不仅是一支球队，它还是一个可以销售的产品，是市场上的一种商品。他对米兰的愿景不仅仅是赢得比赛，还意味着成为更宏大事业的一部分，代表一种生活方式。因此，他在米兰市中心的世界著名地标米兰大教堂附近开设了一家球队官方服装店。贝卢斯科尼希望红黑军团成为一支进步且现代化的俱乐部，但要让米兰在世界范围内真正具有影响力和知名度，他需要打造一支强大的球队，一支历史上最优秀的球队之一。在最初的几个月里，经过一些观察，贝卢斯科尼决定进行一些关键变革。首先，他任命了一位心理学家来帮助球员，然后他聘请了几位建筑师来改善米兰的训练设施，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米兰内洛训练场。这些建筑师在每个赛季定期访问训练中心，不断完善设施。最后，贝卢斯科尼在注意到球员不良的饮食习惯后，还特意聘请了一位营养师。贝卢斯科尼正在为一家成功的俱乐部奠定基础，但最终人员变动是必要的。新政权下的第一笔重大转会就是签下了罗伯托·多纳多尼。贝卢斯科尼的到来是1986至87赛季圣西罗季票销量上升的原因，但米兰在赛场上依然挣扎。利德霍尔姆在赛季结束前5场比赛被解雇。
他的助手法比奥·卡佩罗临时接管了球队。多亏了联赛最佳射手维尔迪斯，他打进了17个联赛进球，米兰最终以第5名结束了赛季。在米兰那个赛季的多次失利中，贝卢斯科尼找到了他的下一位主教练。在意大利杯16强赛中，米兰面对当时还在役役的帕尔马，他们有一位名不见经传的40岁主教练，他成功带领球队在圣西罗取胜，晋级1/4决赛。贝卢斯科尼与这位主教练共进晚餐，并告诉他，他将在下赛季执教米兰。这位主教练的名字叫阿里戈·萨基。萨基作为球员，从未踢过第4级别以上的联赛，甚至还曾是一名鞋店销售员。27岁时，他开始执教生涯，逐步通过几家不同的俱乐部晋升，并在他的第1个赛季帮助帕尔马升入意乙。随后在意大利杯中2胜米兰，立即引起了贝卢斯科尼的注意。尽管贝卢斯科尼对他充满信任，但意大利媒体对这位主教练的执教履历和几乎无关紧要的球员生涯表示极大怀疑。这促使萨基说出了他那句名言，这句话是针对所有批评者的：我从来不知道，要成为一名骑师，你必须先成为一匹马。当时，米兰与伟大的特拉帕托尼和其他成功教练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萨基必须要证明自己，而他确实做到了。米兰在转会市场上必须精明，因为意甲联赛当时只允许每队有2名外援。这就是为什么哈特利和威尔金斯这对英格兰组合被出售，取而代之的是荷兰双星路德古利特和范巴斯滕，后者年仅21岁就成为欧洲最佳射手。卡尔洛·安切洛蒂从罗马加盟，安杰洛·科隆博从乌迪内斯转会而来，而年轻的科斯塔库塔则从马洛内回归。萨基拥有一支强大的阵容，因此从一开始压力就很大，球迷们期待立即看到积极的结果。但米兰的赛季开局并不稳定，在第11轮输给罗马后，他们跌至第4位。另一方面，那不勒斯开始了他们的卫冕征程，表现强劲。萨基有足够的时间来实施他的哲学和战术，球员们也需要被说服。范巴斯滕在赛季初的伤病使情况更加复杂，因此在1987年11月被西班牙人淘汰出欧洲联盟杯后，意大利媒体开始报道萨基可能被解雇，但他得到了贝卢斯科尼的支持。慢慢的，球队开始实施萨基的战术理念，采用他著名的4-4-2阵型，并逐步赢得比赛。米兰在1月对阵领头羊那不勒斯的比赛，充分展示了萨基的理念，球队以4-1取胜。这场比赛见证了赛季之星古利特的崛起，他在1个月前刚赢得了金球奖。米兰采用了积极的压迫战术，控制了空间，并以积极的方式运用越位陷阱，这些都是萨基足球风格的标志。米兰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进入状态，并在圣西罗球场的一场史诗级比赛中再次击败那不勒斯，这使他们在还剩3场比赛时登顶积分榜。他们一直保持领先，直到赛季结束，赢得了他们的第11座意甲冠军，也是9年来的第1座。在接下来的赛季，意大利足协将每队允许的外援名额增加到了3名。在米兰组建了著名的瑞典3人组格伦、诺达尔和利德霍尔姆40年后，贝卢斯科尼签下了弗兰克·里杰卡尔德，组成了米兰的荷兰三剑客。在1988年欧洲杯夺冠后，荷兰三剑客准备在欧洲冠军杯中征服欧洲最大的俱乐部。正如古利特在赛季开始前所说，意甲冠军是不够的。由于他们在意大利杯的早早出局，以及同城对手国际米兰在联赛中的强势开局，米兰的焦点迅速转向了欧洲冠军杯。由荷兰三剑客领衔，他们创造了历史，成为金球奖评选中首次由一支球队球员包揽前3名。米兰在第1轮击败了索菲亚列夫斯基，随后在第2轮面对南斯拉夫球队贝尔格莱德红星。在圣西罗1-1战平后，红黑军团在次回合比赛中踢得非常艰难，红星队领先1球。而在维尔迪斯被罚下后，萨基的球队陷入了困境。天气突然恶化，浓雾笼罩了球场，球员们的视线受到了影响。因此，裁判决定在第2天重赛，根据当时的比赛规则，比赛将重新进行，之前的进球和红牌将被取消。多亏了这一点，米兰最后经过点球大战，成功通过了这次严峻的考验。米兰在1/4决赛中击败了德国球队云达不莱梅，随后在半决赛中面对皇家马德里。皇马的荷兰主帅莱奥本哈克仔细研究了米兰，并指出米兰并不是一支典型的意大利球队，因为他们不会龟缩防守。首回合在伯纳乌的比赛反映了这一点，红黑军团控制了比赛，但皇马凭借乌戈桑切斯的进球率先破门，范巴斯滕以一记漂亮的头球扳平比分。
尽管最终是平局，但米兰展示了他们的统治力。次回合比赛完美地展示了两队之间的差距和实力。红黑军团在圣西罗以5-0大胜。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夜晚，将萨基的声誉推向了顶峰。正如西班牙记者布拉沃所写，萨基让足球开始有了4个参照物：球、对手、队友和空间。这就是萨基的伟大贡献。他展示了集体力量的重要性，每个球员都遵循一个共同的目标。过去没有人像萨基那样控制空间，无球跑动的文化被释放出来，球员、球和空间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强调。这就是为什么萨基的球队如此知名和成功。在欧洲冠军杯决赛中，红黑军团面对罗马尼亚球队布加勒斯特星队，后者在1986年击败巴塞罗那夺冠。在数万名米兰球迷的注视下，米兰凭借古利特和范巴斯滕的梅开二度，以4-0大胜对手。随着米兰捧起他们的第3座欧洲冠军杯，也是自1969年以来的第一座，贝卢斯科尼实现了他最重要的目标，并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球队之一奠定了基础。米兰在欧洲的统治力并未转化为意甲联赛的成功，这证明了当时意甲的强大。尽管拥有范巴斯滕，他以19个进球成为联赛最佳射手，并连续2次赢得金球奖，但红黑军团在1990年再次未能赢得意甲冠军。这一切发生在一些有争议的决定之后。在赛季初表现不佳后，米兰强势反弹，缩小了与那不勒斯的差距，并在2月成为联赛领头羊。在第31轮，此时米兰领先那不勒斯1分，但比赛结果却是与博洛尼亚战平。另一方面，那不勒斯在与亚特兰大的比赛中一直处于平局，直到第77分钟，亚特兰大球迷投掷的一枚硬币不幸击中了一名那不勒斯球员。受伤的那不勒斯球员拒绝重返球场，比赛被迫中断。体育法官判给那不勒斯全部积分。由于当时一场胜利等于2分，那不勒斯在联赛还剩3场比赛时与米兰并列榜首。随后，米兰在维罗纳遭遇了一场意外的失利，他们在最后时刻丢球。这场比赛还见证了范巴斯滕、科斯塔库塔、里杰卡尔德和萨基被罚下。那不勒斯最终在最后一场比赛赢得了他们的第2座意甲冠军。尽管如此，萨基的球队还是赢得了欧洲超级杯对阵巴塞罗那的比赛，以及洲际杯对阵麦德林国民竞技的比赛。但随着联赛冠军的失去和意大利杯决赛中输给尤文图斯，米兰再次不得不将焦点转向欧洲冠军杯，以挽救他们的赛季。红黑军团在16强赛中再次通过了皇家马德里的考验，并在与比利时球队梅赫伦的艰难对决后进入了半决赛。他们与拜仁慕尼黑的比赛非常艰难，尤其是古利特因膝盖问题缺席了整个赛季的几场重要比赛。首回合在圣西罗的比赛以范巴斯滕的点球破门结束。次回合比赛非常紧张，一直打到加时赛，最终由博格诺沃打入了一粒宝贵的客场进球，决定了比赛的胜负。红黑军团连续第2次进入冠军杯决赛，他们面对的是由瑞典教练埃里克森执教的葡萄牙球队本菲卡。当时的葡萄牙球队是欧洲最好的球队之一，但米兰是夺冠热门，尤其是古利特的回归。这是一场势均力敌且战术性很强的决赛，但里杰卡尔德成功前插并接到范巴斯滕的精准传球后打进制胜球。AC 米兰再次成为欧洲冠军。尽管萨基的方法具有革命性和先进性，但他们也可能让球员感到疲惫和巨大的精神压力。因此，当球队进入与萨基合作的第4个赛季时，这注定是一个艰难的赛季。尽管赢得了欧洲超级杯和连续第2座洲际杯，萨基的强大团队中开始出现裂痕。进入1991年1月，红黑军团的表现大多不稳定，尤其是马尔蒂尼的受伤和范巴斯滕的状态下滑。几位历史学家和前球员在他们的自传中提到，萨基与范巴斯滕和古利特之间的矛盾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荷兰双星对萨基的严格训练、习惯和大量的战术课感到厌倦。所有这些负面情绪都在他们对阵法甲冠军马赛的欧洲冠军杯1/4决赛中得到了体现。马赛是法甲冠军，也是欧洲冠军杯的热门球队之一。他们的主席贝尔纳塔皮正在实施一个与贝卢斯科尼在米兰相似的计划。他拥有一支星光熠熠的阵容，
因此，在范巴斯滕在上一轮对阵布鲁日俱乐部的比赛中被罚下，以及巴雷西在首回合缺席的情况下，法国球队有了一个绝佳的晋级机会。首回合在圣西罗1-1战平后，意大利共和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泄露了贝卢斯科尼给萨基的最后通牒，称如果他未能赢得联赛或欧洲冠军杯，他将被解雇。因此，球队的压力越来越大。两队在次回合在马赛相遇，法国队开局强劲，并在第75分钟将这种积极的开局转化为进球。比赛的最后几分钟，球场灯光突然熄灭，裁判将比赛中断了20分钟。加利亚尼带领米兰球员向裁判施压，要求改日重赛，但裁判拒绝并决定重新开始比赛。意大利球队拒绝继续比赛，欧洲足联最终判马赛获胜，并禁止红黑军团参加欧洲赛事1年。米兰也在意大利杯中出局，桑普多利亚赢得了历史性的意甲冠军。正如文章中提到的那样，在赛季中期，由于萨基与一些米兰球星的关系恶化，贝卢斯科尼决定在1991年6月解雇这位意大利教练。贝卢斯科尼迅速找到了萨基的替代者，并选择从俱乐部内部提拔新教练。法比奥·卡佩罗被选中执掌红黑军团。和萨基刚上任时一样，卡佩罗的执教经验有限。他曾执教米兰青年队2年，并在1987年利德霍尔姆被解雇后临时接管了一线队。但与萨基不同，卡佩罗曾作为球员有着丰富的经验，他曾效力于意大利最大的俱乐部，拥有漫长而成功的职业生涯。曾在萨基和卡佩罗手下效力的前米兰球员菲利波加利提到，卡佩罗了解我们，他曾是米兰球员，他了解整个球队氛围，他在管理个性和不同性格方面有着出色的能力。但媒体将卡佩罗描述为贝卢斯科尼的得力助手，一个对主席的所有要求都说是的人。那么，卡佩罗是正确的人选吗？他有很多需要证明的地方。阿尔贝蒂尼从帕多瓦回归，增强了卡佩罗的阵容。卡佩罗在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将继承萨基的理念，但他也会寻找一种不同的足球风格，因此他没有对阵容或阵型进行太多改变。但赛场上的结果却大不相同。卡佩罗的米兰在赛场上占据了统治地位，球员们看起来更加精力充沛，状态最佳。卡佩罗决定采用创新的轮换制度，以防止伤病，保持球队的竞争水平，并确保每名球员都能参与其中。没有欧洲赛事也对米兰有所帮助。米兰以历史性的方式夺得了意甲冠军。红黑军团在整个赛季中保持不败，34场联赛，总共赢得了22场比赛，12场平局。他们打进了74球，这是历史最佳纪录，比第2名的球队多进了16球。27岁的范巴斯滕享受了他职业生涯中最好的赛季之一，他在31场意甲比赛中打进了25球，并助攻了11次。米兰的防线由门将罗西、后卫巴雷西、科斯塔库塔、塔索蒂和马尔蒂尼组成，帮助米兰仅丢21球。卡佩罗最近表示，很难找到4名技术如此出色且速度如此快的后卫，这是世界上最好的防线。一位新秀教练带领球队创造了一个不败赛季，这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带领一支在萨基手下改写历史的球队，对卡佩罗来说始终是一个挑战。但卡佩罗在第1个赛季就成功走出了萨基的阴影，火车正在高速前进，现在谁能阻止他们？要匹配萨基的成就，你必须赢得欧洲冠军杯。尽管安切洛蒂退役，但卡佩罗深知球队深度的重要性，因为他希望在新赛季继续实施轮换制度。这就是为什么贝卢斯科尼决定再次在转会市场上投入。意甲联赛的外援限制增加到了4名球员，鉴于卡佩罗的轮换制度有效，米兰引进了3名新外援。1991年金球奖得主让皮埃尔·帕潘以当时创纪录的1200万欧元转会费加盟，南斯拉夫球星德扬萨维切维奇也加入，博班则从巴黎队回归。红黑军团此时拥有6名外援，他们在整个赛季中轮换出场，以应对范巴斯滕的严重伤病以及古利特的状态下滑。卡佩罗的体系再次奏效，他们在意甲联赛中延续了良好的状态，打破了连续58场联赛不败的纪录。这一纪录始于1991至92赛季，持续了22个月。他们成功卫冕了意甲冠军。
尽管范巴斯滕缺席从12月到4月的比赛，但这位荷兰人在赛季初表现强劲，在16场比赛中攻入18球，并在12月脚踝受伤前赢得了他的第3座金球奖。欧洲冠军杯重新回到了他们的日程上，这项赛事被重新命名为欧洲冠军联赛，包括了更多来自欧洲大陆的冠军球队。正如他们在联赛中所做的那样，米兰在比赛的早期阶段就占据了主导地位，赢得了所有比赛，以仅失1球的成绩成功晋级决赛。卡佩罗决定让刚刚伤愈复出的范巴斯滕在决赛中出场，里杰卡尔德坐镇中场，帕潘则坐在替补席上，以完成欧洲赛事中允许的3名外援名额。他们的对手是法国球队马赛，正是这支球队在上一次将他们淘汰出局。在马赛主席塔皮的领导下，他们已经连续5年夺得法甲冠军，并在那段时间内一直是欧洲赛场的主力。决赛势均力敌，法国门将巴特兹表现出色，多次成功化解米兰的威胁射门。马赛队抓住角球机会，率先破门，完成领先。帕潘替补上场，但是并未有任何奇效，而范巴斯滕的伤势最终成为了压垮米兰的最后一根稻草。马赛队首次为法国足球捧起了欧洲冠军杯。几个月后，马赛被爆出卷入了法甲联赛的假球丑闻，导致他们降级到法乙，但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在欧洲赛事中有任何假球行为，因此他们仍然是欧洲冠军。米兰著名的荷兰3剑客在这个赛季走向了终结。古利特被租借到桑普多利亚，里杰卡尔德被卖给了阿贾克斯，而范巴斯滕则因脚踝伤势再次长期缺阵。贝卢斯科尼需要再次大手笔投入，以继续保持在欧洲赛场的竞争力，因此他签下了布莱恩·劳德鲁普、克里斯蒂安·帕努奇以及法国人马塞尔·德塞利，后者在欧洲冠军杯决赛中给卡佩罗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个赛季，米兰焕然一新，凭借稳固的防守取得了积极的成绩。球队因为在进攻端存在问题，尤其是范巴斯滕的受伤，所以他们的主要精力集中在防守上，试图零封对手。尽管尤文图斯和帕尔马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但红黑军团还是连续第3次夺得意甲冠军，并在此过程中打破了一些历史纪录。他们在34场联赛中仅失15球，这是18支球队联赛中的最低失球纪录。他们自91年9月开始，在联赛中保持了38个客场不败纪录。意大利门将塞巴斯蒂安·罗西保持了929分钟不失球的纪录，这一纪录保持了22年。凭借这座意甲冠军奖杯，红黑军团以14个意甲冠军超越了他们的对手和邻居国际米兰。尽管在意大利杯中被淘汰，他们将注意力再次转向了欧洲冠军联赛。在战胜了瑞士阿劳和丹麦哥本哈根后，米兰被分在了一个艰难的小组，对手包括波尔图、不莱梅和安德莱赫特。红黑军团最后以8分的小组头名成绩出现，并在半决赛中面对阿尔塞纳温格和他的摩纳哥队。摩纳哥的阵容星光熠熠，但米兰还是证明了他们在欧洲的统治力，以3-0的比分轻松晋级。这是贝卢斯科尼时代下的第4场欧冠决赛。他们的决赛对手是由约翰克鲁伊夫执教的梦之队巴塞罗那。这支球队拥有斯托伊奇科夫、罗马里奥和罗纳德科曼等球星。他们在1992年赢得了欧洲冠军，并连续多年以西班牙冠军的身份进入决赛。由于巴雷西和科斯塔库塔停赛，以及范巴斯滕的因伤缺席，媒体对巴塞罗那表现出了一定的偏爱。正如阿尔贝蒂尼所说，如果我在比赛前一天看到报纸，会让人觉得他们已经赢得了冠军。约翰克鲁伊夫甚至承认了这种偏爱，并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米兰在组织方面做得很好，可以说他们踢得很实用，但在足球层面他们没什么了不起的。罗马里奥也充满信心地说，我们会赢得欧洲冠军杯，我确信我们会在雅典击败米兰。卡佩罗在决赛前夕激励球员可谓信手拈来，仅需展示这些激昂的言辞便足以激发队伍的斗志，但他还需要在决赛中决定德塞利的位置。整个赛季，这位法国人作为中场核心表现出色，但由于巴雷西和科斯塔库塔的缺席，卡佩罗希望他像在马赛时那样担任后卫，但德塞利并不认同这样的决定。最终，卡佩罗决定让加利与马尔蒂尼搭档中后卫，而将德塞利留在中场。这一决策可能正是米兰占据上风的关键。尽管媒体偏向巴塞罗那，
但毫无疑问，1994年的欧冠决赛汇集了欧洲最好的两支球队，每个人都期待着一场激烈的对决，但现实却远非如此。Gli ruba la palla e poi segna un gol incredibile. Maurizio Albertini, Desai solo, gol e sono 4 il Milan。战术上，卡佩罗打出了一场完美且具有历史意义的比赛。他知道巴塞罗那在控球和进攻组织上更胜一筹，因此他试图加快比赛节奏，并在巴萨球员进入米兰半场时施加压力。正如阿尔贝蒂尼所说，我们建立在压制他们踢球欲望的基础上，我们成功了。红黑军团以4-0的比分赢得了决赛，追平了欧冠决赛中的最大比分差距，并赢得了他们的第5座欧洲冠军杯，这也是贝卢斯科尼时代的第3座。谈到主席，这是他第一次没有与球队一起庆祝，因为他刚刚赢得了1994年意大利大选，成为了意大利的新总理。这是米兰新篇章的开始，贝卢斯科尼将更多精力放在了政治生涯上。那个夏天，米兰在转会市场上动作不大，迪卡尼奥从尤文图斯加盟，劳德鲁普、帕潘和古利特则离开了球队。那个赛季，三分制规则被引入，进攻型球队获得了更多获胜的动力。尤文图斯成为了最大受益者之一，他们的主教练马塞洛·里皮充分发挥了巴乔、维亚利和拉瓦内利这危险进攻3叉戟的威力。因此，米兰在联赛开局缓慢并输给尤文图斯2回合后，他们3年来首次退出了意甲冠军争夺行列。他们再次在意大利杯中被淘汰，但赢得了意大利超级杯和欧洲超级杯，对手是阿森纳。在欧洲冠军联赛中，红黑军团是最大的夺冠热门，尤其是他们被分在了一个包括阿贾克斯、萨尔茨堡和雅典 AEK 的小组，但他们在第1轮对阵范加尔执教的阿贾克斯时受到了警告。这支荷兰球队拥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球星，如布林德、德波尔兄弟、利特马宁和前米兰球星里杰卡尔德，还有克鲁伊维特、西多夫和奥维马斯等年轻天才。他们证明了他们属于欧洲精英，在阿姆斯特丹以2球击败了米兰。红黑军团在欧洲冠军联赛小组赛中举步维艰，由于球迷向萨尔茨堡门将投掷瓶子，他们被扣除了2分。尤文图斯也放弃了和米兰在圣西罗进行剩余的小组赛。在与希腊球队 AEK 雅典1胜1平，以及再次输给阿贾克斯后，米兰必须在最后一场对阵萨尔茨堡的比赛中获胜才能晋级。多亏了马萨罗的制胜球，红黑军团勉强晋级下一轮。米兰在淘汰赛中焕然一新，仿佛是一支不同的球队。他们在1/4决赛和半决赛中分别击败了本菲卡和巴黎圣日耳曼，委实一球。他们连续第3次进入决赛，也是7个赛季中的第5次欧冠决赛，尤其是在欧洲冠军联赛改制后，这是一项非凡的成就。不幸的是，红黑军团不得不再次面对阿贾克斯，这支球队刚刚在上一轮对阵拜仁的比赛中打进了5球，并以不败战绩赢得了荷甲冠军。这次决赛是米兰追平皇马欧冠冠军次数的黄金机会，但荷兰球队是夺冠热门，就像1969年的决赛一样。那么，红黑军团能重演历史吗？这是一场双方实力均衡的决赛，机会有限，但在下半场年轻的克鲁伊维特上场后，他在禁区内接到传球，面对门将罗西射门得分。米兰在最后5分钟未能有所回应，再次输掉了欧洲冠军联赛决赛。1995年，博斯曼裁决彻底改变了足球转会市场。这不仅意味着球员可以在合同结束时自由转会，而他们的老东家不会收到转会费。欧洲法院还取消了联赛对外籍球员或非本国球员的配额限制。这意味着贝卢斯科尼将再次在夏季转会市场上投入。随着罗伯特·巴乔与尤文图斯的问题，米兰趁机以930万欧元买下了他。与他一起加盟的还有保罗·富特雷和年轻的安布罗西尼和帕特里克·维埃拉，但米兰多年来一直缺少一名纯正的9号球员。范巴斯滕在1993年欧洲冠军联赛决赛中受伤时，他在短暂的职业生涯中第3次接受了脚踝手术，不得不缺席整个93至94赛季。
他希望能在下个赛季复出，但他的脚踝伤势一直困扰着他，无法痊愈。这位荷兰人终于认输了。1995年8月，范巴斯滕召开了一次简短的新闻发布会。La notizia è corta, semplicemente ho deciso di smettere a fare il calciatore, tutto lì. 那天，范巴斯滕年仅30岁，在6万名球迷面前，他最后一次在球场上奔跑。卡佩罗无法接受这一悲伤的现实。Molto alto ma agile, veloce, da una tecnica sopraffina e poi un giocatore micidiale in area di rigore, una freddezza vista a pochissimi campioni. 米兰通过签下利比里亚球员乔治维阿填补了这一巨大空缺，而他只比范巴斯滕小1岁。他在巴黎圣日耳曼度过几个出色的赛季后，加盟了米兰。维阿拥有身高、力量和娴熟的脚下技术，他几乎立即在意甲联赛中展示了他的进球天赋。维阿拥有全面的进攻能力，他既能得分，也能助攻，还能有效地与队友配合。他在这一年的表现赢得了1995年的金球奖，这也是金球奖首次向非欧洲球员开放投票。维阿是迄今为止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获得这一殊荣的非洲球员。凭借维阿的天赋以及巴乔和萨维切维奇的才华，米兰在意甲联赛中开局强劲。在前24场比赛中仅输1场，米兰在积分榜上领先于尤文图斯、帕尔马和佛罗伦萨。卡佩罗再次证明了他能够充分发挥球队的潜力，尤其是在经历了多年的竞争和成功之后。在最后几个月对阵帕尔马和佛罗伦萨的关键胜利，使米兰以较大的优势赢得了意甲冠军。这是他们的第15座意甲冠军，也是卡佩罗执教下5年内的第4座。红黑军团还成功的在连续9个赛季中赢得了正式冠军。贝卢斯科尼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成功的改变了米兰的命运，但在接下来的赛季中，红黑军团将面临贝卢斯科尼领导下的首次困境。接下来的赛季被证明是贝卢斯科尼时代最艰难的时期。那段时间，因为贝卢斯科尼将更多精力放在了政治生涯上，所以副主席加利亚尼和体育总监阿列多布拉伊达承担了更多责任。问题的根源始于卡佩罗离开米兰前往皇家马德里，红黑军团希望特拉帕托尼能接替他的位置，但最后他去了拜仁慕尼黑。于是米兰选择了乌拉圭教练奥斯卡塔瓦雷斯，他在卡利亚里度过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赛季。尽管夏季转会市场繁忙，但这个赛季注定会失败。球队的核心阵容基本保持不变，但失利接踵而至。在欧洲冠军联赛和意大利杯小组赛出局后，塔瓦雷斯被解雇，贝卢斯科尼决定召回萨基。这位意大利教练1个月前刚刚离开意大利国家队，但不幸的是，他的上任并没有帮助改变米兰的命运。萨基执教了米兰23场联赛，赢了7场，平了7场，其余都是失利。最终，他们以第11名结束赛季，距离欧洲赛事资格区有10分的差距，仅领先降级区6分。这些失利包括让红黑军团球迷痛苦的一周，他们看到自己的球队在圣西罗以1-6惨败给尤文图斯，然后在米兰德比中以1-3告负。萨基最终离开，队长巴雷西和塔索蒂也退役了。每个人都见证了贝卢斯科尼时代最糟糕的赛季，直到97至98赛季，情况才有所改变。新赛季，卡佩罗在赢得西甲冠军后回归，就像萨基一样，卡佩罗回归是为了恢复红黑军团的荣耀，但就像他的前任一样，卡佩罗未能取得成功。随着塔索蒂和巴雷西的退役，马尔科西蒙尼和罗伯特巴乔等球员离开了俱乐部，但米兰一如既往地加强了球队，克鲁伊维特、莱昂纳多等人加盟。但不幸的是，许多新援表现不佳，上赛季的事件再次重演。卡佩罗直到第5场比赛才取得首胜，在对阵罗马、国际米兰和尤文图斯的比赛中惨败。尽管没有欧洲赛事任务，但上赛季的挣扎依然在继续。红黑军团在新赛季中没有赢得任何冠军，他们在意大利杯决赛中输给了拉齐奥，并以联赛第10名结束赛季。卡佩罗再次离开了圣西罗，但这次是通过后门。马西莫·安布罗西尼在之前的2个赛季中逐渐崭露头角，并开始成为球队的重要一员。他解释了萨基和卡佩罗失败的原因。他表示，当萨基回归时，球队的情况已经非常糟糕，
而当卡佩罗回归时，球队内部已经出现了裂痕，球员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充满斗志，因此那几年对米兰来说是非常艰难的。显然，米兰需要翻开新的一页，选择一位新的主教练。于是，米兰选择了年轻的意大利教练阿尔贝托·扎切罗尼，他在乌迪内斯执教了几个成功的赛季。与他一同到来的还有德国前锋奥利弗·比埃尔霍夫和丹麦边后卫托马斯·赫尔维格。像往常一样，米兰在夏季转会市场上非常忙碌，有新的球员加盟，而德塞利和萨维切维奇等做出巨大贡献的球员离开了米兰。扎切罗尼从加利亚尼那里得知，这个赛季没有具体的目标，他们几乎没有雄心壮志，只希望能重返欧洲冠军联赛。因此，米兰并不是意甲冠军的热门，但扎切罗尼有一个清晰的愿景和战术安排，他使用了他最喜欢的3-4-3阵型，这在他执教乌迪内斯时非常奏效。而米兰的阵容也非常适合这一战术体系。随着国际米兰和尤文图斯因罗纳尔多和德尔皮耶罗的伤病陷入困境，其他球队便有了争冠机会，但没有人预料到米兰会表现得如此出色。Porta vuota e Weah mette dentro il quinto gol. Ganza ha portato in vantaggio il Milan al 25. Weah parte Leonardo invece gol! Il gol di Leonardo! 慢慢的，意甲冠军的争夺战在佛罗伦萨、拉齐奥和米兰之间展开。3-4-3阵型被发挥到了极致，比埃尔霍夫在联赛中攻入19球，并贡献了11次助攻。莱昂纳多·古利在边路表现出色。利比里亚球员维阿和克罗地亚球员博班也贡献了精彩表现。在奥林匹克球场与拉齐奥战平后，米兰落后领头羊7分，只剩下7场比赛。在任何一个其他赛季，这可能已经宣告了米兰的失败。但米兰连续赢得了6场比赛，其中包括对阵帕尔马、乌迪内斯和尤文图斯的关键胜利。与此同时，拉齐奥在几场比赛中失误频频，直到米兰以1分的优势领跑积分榜，只剩下最后一场对阵佩鲁贾的比赛。古利率先进球，比埃尔霍夫锁定胜局。米兰最终赢得了他们的第16座意甲冠军奖杯。安布罗西尼最近表示，这支球队的结构其实并不足以在最高水平上竞争。事实上，赢得意甲冠军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惊喜。但这是一个成功的新篇章，还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接下来的几年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加利亚尼和布拉伊达在转会市场上的引援有所改善，但米兰在球场上的成绩并未反映这一点。随着米兰重返欧洲冠军联赛，他们签下了上赛季的最佳射手，来自基辅迪纳摩的乌克兰前锋安德烈·舍甫琴科，以及其他球员如加图索和塞尔吉尼奥。舍甫琴科迅速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他在意甲揭幕战对阵莱切的比赛中就有进球。整个赛季中攻入24球，成为自米歇尔·普拉蒂尼以来首位在首个赛季成为联赛最佳射手的球员，并在所有赛事中攻入29球。尽管舍甫琴科表现出色，但扎切罗尼未能重复上赛季的成功，他们在欧洲冠军联赛小组赛中被淘汰。球队在整个赛季中未能将机会转化为胜利，最终以第3名的成绩结束赛季，落后于尤文图斯和冠军拉齐奥。扎切罗尼得以留任，米兰再次加强了球队阵容，他们的终极目标是参加在圣西罗举行的欧洲冠军联赛决赛。然而，那个赛季最重要的引援之一，来自皇马的阿根廷球员雷东多受伤，几乎2年半未能重返赛场。意大利球员弗朗切斯科·科科从租借中回归，并成为球队的重要一员。米兰在新赛季初表现出色，并在欧洲冠军联赛小组赛中战胜了巴塞罗那。但在12月，球队因伤病问题表现下滑，尤其是中场球员的缺席。意甲冠军已经无望，扎切罗尼的留任得益于他们在欧洲赛场上的表现。他们在小组赛中名列前茅，对手包括巴塞罗那、利兹联和贝西克塔斯，但在第2阶段小组赛中表现不佳，6场比赛中仅取得1场胜利，于3月被淘汰。贝卢斯科尼再次干预俱乐部决策，立即解雇了扎切罗尼，由老马尔蒂尼和塔索蒂临时接管球队。
尽管他们未能确保欧洲冠军联赛资格，但他们在2001年5月的米兰德比中以6-0大胜国际米兰，创造了从未有过的历史性的胜利。在前一个赛季，备受瞩目的土耳其教练法蒂赫特里姆和他的佛罗伦萨队在意大利杯半决赛中淘汰了米兰。队内的葡萄牙球星鲁伊科斯塔表现出色。特里姆之前在土耳其带领加拉塔萨雷连续4个赛季赢得联赛冠军，并赢得了欧洲联盟杯。因此，米兰管理层决定在新赛季中信任这位土耳其教练，并希望签下佛罗伦萨的瑰宝鲁伊科斯塔。经过与帕尔马的激烈竞争，米兰以4100万欧元的高价签下了这位葡萄牙球星。米兰的引援并未止步于此，他们还引进了因扎吉、皮尔洛等球员，总共花费了约 1.45 亿欧元。这是米兰历史上最昂贵的转会窗口期，也是贝卢斯科尼时代最大的转会支出。显然，人们对这个赛季的期望很高，但他们在11月输给都灵后，意甲冠军的希望破灭，米兰跌至积分榜第5位。尽管在欧洲联盟杯中取得了一些积极的结果，但管理层对特里姆失去了耐心，尤其是部分球员反映与教练之间存在沟通问题，因为特里姆几乎不会说意大利语。加利亚尼在输给都灵后迅速做出决定，他联系了前米兰球员安切洛蒂，后者在尤文图斯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期后，正准备回到帕尔马。加利亚尼提醒安切洛蒂，他在退役前曾承诺，如果米兰邀请他执教，他将优先考虑米兰。安切洛蒂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大胆的选择，因为尽管他在帕尔马有过不错的成绩，但在尤文图斯的2个半赛季中未能赢得任何正式冠军，只赢得了国际托托杯。现在他来到了一支花费巨资但近期没有什么好成绩的球队。安切洛蒂在米兰的执教生涯中逐渐展现出他的能力，尤其是在杯赛淘汰赛中的表现。他在欧洲联盟杯和意大利杯中都成功晋级半决赛，并在最后一轮比赛中确保了欧洲冠军联赛的资格。米兰在夏季转会市场上再次忙碌，拉齐奥队长内斯塔加盟，西多夫也从国际米兰转会而来，而里瓦尔多则以自由转会的方式加盟。但可以说，那一年最重要的发现是比利时医生梅尔瑟曼的到来，在他的建议和帮助下建立了著名的米兰实验室。由于雷东多的伤病让他缺席了超过2年，米兰损失了他们为签下这位阿根廷球员所花费的1700万欧元，他们希望降低这种情况再次发生的风险。受到基辅迪纳摩在80年代运动医学领域的启示，米兰在梅尔瑟曼医生的帮助下成功复制了这些方法。米兰实验室的任务是提供技术和医疗支持，以减少受伤的风险，并帮助球员在球场上发挥出最佳水平。西多夫是米兰实验室成功的第一个案例，他在国际米兰时因持续的牙齿问题影响竞技状态而被出售。在米兰实验室的帮助下，西多夫拔除了智齿，问题得以成功解决，并在米兰度过了漫长而成功的职业生涯。如今，其他球队也都在逐步使用这些方法，但在2002年，这几乎是前所未闻的。安切洛蒂评论这些方法时表示，我们首次开始将技术视为评估球员整体工作量的基本工具。在个人层面上，安切洛蒂开始与球员们建立许多联系。他的第一个重大决定之一就是让皮尔洛担任防守型中场。在当时，所有人都认为皮尔洛是一名进攻型中场，因为在上个赛季，只要鲁伊科斯塔在阵容中，皮尔洛就很少上场。但在2002年8月，安切洛蒂建议皮尔洛尝试防守型中场的位置，皮尔洛同意了这个改变，并表示他在布雷西亚时期曾在主教练马佐尼手下踢过这个位置。在欧洲冠军联赛小组赛中，由于舍甫琴科在赛季初因伤缺席，米兰在里亚索球场对阵强大的拉科鲁尼亚队，安切洛蒂最喜欢的4-3-2-1阵型由此诞生。随着迪达从租借中回归，顶替受伤的阿比亚蒂，皮尔洛坐镇防线之前，加图索和西多夫组成中场，鲁伊科斯塔和里瓦尔多在因扎吉身后游弋。米兰最终大胜拉科鲁尼亚。在那场统治性的表现之后，红黑军团向欧洲展示了他们的实力。尽管在联赛中表现不稳定，舍甫琴科也因伤恢复缓慢，但米兰还是一路杀入欧洲冠军联赛半决赛，面对同城死敌国际米兰。
这场德比充满了紧张和激烈的氛围。罗西尼曾表示，那是充满紧张的一周，以前从未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了。在首回合比赛中，米兰在缺少皮尔洛的情况下，红黑军团在圣西罗未能取得进球，双方互交白卷。次回合比赛，皮尔洛回归，舍甫琴科在上半场结束前打进了至关重要的客场进球。马丁斯在比赛最后时刻扳平比分，但这并不足以挽救国际米兰。红黑军团第6次在贝卢斯科尼时代晋级欧洲冠军联赛决赛。这场欧冠决赛是一场意大利内战，尤文图斯与米兰在老特拉福德球场展开对决。这场决赛有许多值得关注的细节，其中之一是安切洛蒂对阵他的前东家，试图摆脱媒体给他贴上的失败者标签。然而，安切洛蒂在决赛前表示，我对摆脱这个标签并不感兴趣，我最关心的是为米兰带回这座奖杯。由于内德维德缺席决赛，里皮谨慎地采用了4-4-2阵型，并将赞布罗塔安排在左翼。安切洛蒂同样以谨慎的态度应对，但他选择了更为可靠的4-3-1-2阵型。最终，这场决赛机会寥寥，加时赛结束后仍未分出胜负。米兰最好的机会来自因扎吉的头球攻门。克鲁伊夫在评论这场比赛时表示，欧足联不应该颁发这个奖杯，这不是足球。最终，米兰凭借巴西门将迪达的关键扑救和舍甫琴科的制胜点球赢得了冠军。保罗·马尔蒂尼被评为欧冠决赛最佳球员，这是他作为米兰队长首次捧起欧洲冠军杯，也是他个人的第4座欧冠奖杯。距离他的父亲老马尔蒂尼在1963年温布利球场赢得同一座奖杯已过去近40年。欧冠决赛后的3天，米兰在意大利杯决赛中战胜罗马，以一场辉煌的胜利结束了这个赛季。安切洛蒂终于回应了所有批评他的声音。与此同时，梅尔瑟曼医生在俱乐部的转会决策中获得了更多话语权。他成功分析了30岁以上球员的价值，并以较低的价格签下了他们。第一个例子就是从罗马签下了32岁的巴西球员卡夫。在米兰实验室的帮助下，卡夫得以延长职业生涯。然而，一个聪明的俱乐部会在成功的同时为未来储备人才。因此，当米兰前球员莱昂纳多对一位名叫卡卡的年轻巴西球员赞不绝口，并称这是一位可以围绕他建队的球员时，加利亚尼就毫不犹豫地签下了他。卡卡戴着眼镜，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看起来就像个乖孩子，唯一缺少的就是装着书本和零食的书包。这就是安切洛蒂对卡卡的第一印象。起初，没人知道他是谁，但他迅速证明了自己不仅是未来之星，更是当下的核心。由于卡卡迅速融入球队，安切洛蒂决定在联赛中多次使用4-3-1-2阵型，让卡卡担任2名前锋身后的角色。这位年轻的巴西人成功从里瓦尔多手中夺得了这个位置，导致这位巴西老将解约，并选择加盟希腊的奥林匹亚科斯。在赛季开局顺利之后，意甲冠军的争夺在米兰和卡佩罗执教的罗马之间展开，两支球队的竞争异常激烈，势均力敌。然而，米兰在11月至3月期间的17场联赛中赢得了15场，并在圣西罗球场与黄红军团罗马的直接对话中锁定了意甲冠军。联赛最佳射手舍甫琴科打入了制胜进球。在帕尔马和尤文图斯的冲冠失败后，安切洛蒂终于捧起了意甲冠军奖杯，这也是米兰历史上的第17座意甲冠军。在3积分制时代，米兰在18支球队组成的联赛中获得了最高的积分，成功夺冠。在欧冠赛场上，米兰再次被视为热门球队，并在1/4决赛首回合以4-1大胜强大的拉克鲁尼亚。然而，在里亚索球场的次回合比赛中，所有人都见证了一场历史性的逆转，米兰以0-4惨败，黯然出局。或许米兰球员们过于自信，在比赛中失去了专注力，显得有些懈怠。然而，接下来赛季的事件证明，这场比赛绝非偶然的意外。
尽管在拉克鲁尼亚遭遇了意外的失利，米兰仍被视为欧冠的有力竞争者。随着荷兰后卫斯塔姆和阿根廷前锋克雷斯波的加盟，球队实力进一步增强。米兰显然希望在所有战线上都能展开竞争。与此同时，米兰与尤文图斯之间的意甲冠军争夺战也愈发激烈，直到米兰在2月份登上榜首。两支球队交替领跑，直到5月份在圣西罗的直接对决。双方以相同的76个积分进入这场比赛，但米兰在净胜球上略占优势。然而，尤文前锋特雷泽盖的进球决定了比赛，米兰未能扳平比分，并在连续3场平局后丢掉了更多积分，最终将意甲冠军拱手让给了斑马军团。欧冠征程进展顺利，米兰在小组赛中脱颖而出，随后在16强和1/4决赛中分别击败了曼联和同城死敌国际米兰。他们被视为重返欧冠决赛的热门球队，尽管抽中了被认为是弱旅的埃因霍温，但希丁克执教的球队给安切洛蒂的球队制造了不小的麻烦。半决赛首回合在圣西罗球场，米兰以2球优势获胜，但比赛过程并不轻松，埃因霍温错失了一些绝佳机会。次回合比赛中，荷兰球队成功将这些机会转化为进球。Up the cross, and the header is in from Cocu. Here is Kaká, Ambrosini, but when it matters, Milan deliver. Hesseling, Cocu, maybe they aren't done, and it is the last touch of the evening. 最终，米兰以微弱优势晋级，将在伊斯坦布尔的阿塔图尔克奥林匹克体育场与英格兰的利物浦争夺冠军。这场决赛被视为欧冠历史上最强对决之一。因为米兰当时已经6次夺冠，而利物浦则4次捧杯。然而，这一届的利物浦并非最强阵容，他们在英超联赛中落后冠军切尔西37分，因此在这场决赛中以绝对劣势的姿态进入比赛。安切洛蒂在新闻发布会上也反映了这一差距，他表示，这一次我们比2003年决赛时轻松得多，我们清楚自己的机会，并坚信能够获胜。米兰在决赛中的开局印证了这些想法，展现了双方之间的巨大差距。通过流畅且富有攻击性的足球，米兰成功打入3球。Look at that from Kaká. And what a pass too for Crespo. 利物浦显得毫无头绪，而米兰则准备庆祝他们的第7座欧洲冠军奖杯。然而，安布罗西尼提到，安切洛蒂在中场休息时依然谨慎，他对球员们说，比赛还没有结束。事实证明他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场比赛多次向我们证明，足球比赛直到中场哨声响起才算真正结束。Andrei Shevchenko, who scored the decisive penalty in the shootout at Old Trafford 2 years ago, which won the Champions League for Milan, must score. He must score.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on his shoulders. There will be no second chances if Shevchenko misses. It's ended! The European Cup is returning to England and to Anfield. Liverpool are champions of Europe again.在那场令人心碎的决赛后重新振作，对于任何球员或教练来说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贝卢斯科尼从未停止对球队的支持。在克雷斯波返回切尔西以及托马森离队后，米兰引进了前锋吉拉迪诺来填补进攻端的空缺，同时还从乌迪内斯签下了扬库洛夫斯基，以增强防守实力，尤其是考虑到防线正在老化。球队成功地将伊斯坦布尔决赛的记忆抛在脑后，在意甲和欧冠赛场上表现相当出色。凭借稳定的阵容和战术，这支球队在2年多的时间里没有经历重大变动。安切洛蒂的球队成功在欧冠小组赛中脱颖而出，随后在16强和1/4决赛中相对轻松地击败了拜仁慕尼黑和里昂。但在半决赛中，他们面对的是由前米兰球员里杰卡尔德执教的巴塞罗那队。米兰不得不接受第一回合在圣西罗球场的失利。
第二回合在诺坎普球场，舍甫琴科的进球被判无效，引起了广泛争议。Non, faute auparavant. Ouais, ici, faute de Shevchenko. Qu'est-ce qu'il va faire, monsieur Merck? Se resbala Puyol. 在意甲联赛中，尤文图斯再次证明了他们的统治力，赢得了队史第29个意甲冠军，并且整个赛季仅输掉了一场比赛，就是在圣西罗输给了米兰。米兰以88分的成绩排名第二，这是他们当时的历史最高积分。此外，米兰还在主场圣西罗的19场联赛中赢得了18场，打平1场，追平了20世纪40年代伟大都灵的历史记录。然而，对于米兰来说，这些数据和记录并不重要，因为他们已经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球队。震惊世界的电话门丑闻爆发，米兰及其他几支球队都被卷入其中，并受到了不同类型和程度的处罚。米兰最初被处以新赛季扣除15个积分并禁止参加欧冠联赛的处罚，但经过上诉后，罚分减少至8分，并允许他们参加欧冠联赛的资格赛。然而，面对这些处罚以及又一个无冠赛季，红黑军团的处境并不理想。而在切尔西以4300万欧元签下他们的乌克兰球星舍甫琴科后，情况进一步恶化。电话门丑闻标志着意大利在转会市场统治地位的终结。尽管意大利国家队在夏季刚刚赢得了世界杯，但这也成为了意甲联赛衰落的开端。米兰的夏季引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衰落，他们签下了奥利维拉、古尔库夫和博内拉，而离队的球员包括斯塔姆、阿比亚蒂和鲁伊科斯塔。尽管如此，红黑军团还是成功保留了球队的核心阵容。然而，在扣除8分后，米兰最终未能竞争意甲冠军，而尤文图斯因为被强制降级到意联赛，也让国际米兰最终轻松夺冠。显然，米兰的焦点现在转移到了欧冠赛场。考虑到球队阵容的老化，这很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夺冠的机会。即便在1月份，罗纳尔多和奥多的加盟也未能降低球队的平均年龄。同时，罗纳尔多无法代表米兰参加欧冠，因为他此前已经代表皇马在同一赛季的欧冠中出场。然而，球队拥有一个巨大的优势，那就是经验。安切洛蒂的球队再次在欧冠小组赛中脱颖而出，晋级16强。在接下来的比赛中，米兰面对凯尔特人，这是一场艰难的较量。在苏格兰的比赛中，双方互交白卷后，凯尔特人在圣西罗球场成功保持0封，并将比赛拖入加时。然而，每当米兰陷入困境时，卡卡总是挺身而出，拯救球队。米兰晋级1/4决赛，面对希斯菲尔德执教的拜仁慕尼黑，这场比赛充满了进球和激情。尽管最终战平，但米兰在安联球场展现了最佳状态。西多夫和因扎吉的进球帮助球队晋级半决赛。Gattuso, Seedorf di tacco, Inzaghi, posizione regolare, Inzaghi, super! Pippo Inzaghi! 拜仁传奇门将卡恩在赛后表示，米兰是欧洲最好的球队，他们防守稳固，速度极快，而且非常专业，他们一定是夺冠热门。最终，只有3支英格兰球队和1支意大利球队留在欧冠赛场上，这预示着英格兰球队在接下来的几个赛季中将主导欧洲赛场。米兰在1/4决赛中面对曼联，这支球队在上赛季曾以7-1大胜罗马。在老特拉福德的首回合比赛中，米兰面临的艰巨任务得到了充分体现。但这同时也证明了卡卡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这位巴西球员在客场打进了2粒精彩而关键的进球，尽管本场比赛最终失利，但为次回合奠定了基础。现在，红黑军团必须回到圣西罗球场一决胜负。在米兰的大雨中，红黑军团踢出了一场完美的比赛。
正如安切洛蒂在他的书中所说，球迷们只等了11分钟，就看到进球如潮水般涌来。Gira di testa per Kaká, Kaká dal limite, parte il tiro, rete, il Milan in vantaggio, ممكن فرصة أخرى صدار الثاني والله الثاني جابها الهولندي ولعها ميلانو. Sulla rimpallo Ambrosini, attenzione, campo aperto, parte Gilardino verso l'area avversaria, Gilardino, rete, è finita. 在面对最终成为英超冠军的球队时，安切洛蒂的球队以3-0的比分完胜，而对手在整个赛季中单场失球从未超过2个，这无疑是一项非凡的成就。他们再次证明了，尽管经历了电话门丑闻，但意大利足球依然充满生机与竞争力。米兰再次闯入欧冠决赛，这也是贝卢斯科尼时代米兰的第8次欧洲决赛。这场比赛在希腊雅典举行，而他们的决赛对手是老熟人利物浦。然而，贝尼特斯执教的这支利物浦比2005年的阵容更为强大。他们先后击败了巴塞罗那、埃因霍温和切尔西等强队晋级决赛，红军阵容中还增添了一些新面孔。这场欧冠决赛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势均力敌，但是米兰的确超越了所有人的预期，成功晋级决赛。他们的阵容平均年龄超过30岁，且多名关键球员在重要时刻遭遇伤病。不过，米兰拥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球员卡卡。他在欧冠决赛前的11场比赛中攻入10球。安切洛蒂面临一个重要决定，即在阵型中选择哪位前锋首发。他在自己的书中提到，最终他选择了因扎吉，并在首发阵容中安排了7名意大利球员。另一方面，贝尼特斯在这场决赛中也对首发阵容进行了6处调整，与伊斯坦布尔决赛时的阵容有所不同。这是一场利物浦的证明之战，还是米兰的复仇之战？雅典的球场将揭开这场决赛的所有秘密。Torna a Milano, grande festa naturalmente sul campo di Atene, il Milan conquista. Paolo Maldini riceve la 7ª Coppa dei Campioni della storia del Milan, i rossoneri sono